新加坡又一次拿下全球巨头。这次 TikTok Shop 东南亚总部落户这里，创造了每年90亿美元的 GMV。但这真的和普通新加坡人密切相关吗？每天30万订单从新加坡发往泰国、印尼，泰国单季 GMV 突破30亿美元，但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全球经济博弈和风险？今天我们就从中美科技角力的视角看懂 TikTok， 看懂新加坡经济，你一定不想错过。第一章，为什么是新加坡？全球那么多城市，为什么 TikTok 选择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总部？答案其实很清晰，地理位置、政策支持以及关键的人才优势。首先，新加坡的物流能力稳居全球，港口效率长期排名世界第一，将以机场覆盖的航线能够支持东南亚市场快速扩张。这个物流优势为 TikTok 节省了超过 20% 的成本，每天帮助它处理30万单商品发往东南亚主要城市，包括印尼、泰国和菲律宾。其次，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功不可没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，国家层面的数据合规性，让 TikTok 避开了像 CFIUS 这样的欧美监管压力。如果 TikTok 的总部设在其他地区，光数据监管这块头上就悬着一把刀。但新加坡提供了避风港的优势，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难题。最后，新加坡的科技人才密度为 TikTok 提供了独特的人才池，谷歌东海集团本地培养的人才，直接加速了 TikTok 的电商布局。这些条件让新加坡成了 TikTok 的东南亚桥头堡。不过，这只是表面 ，TikTok 选新加坡的更深层逻辑，还关乎中美科技战背后的一盘大棋。第二章，地缘政治大棋局，中美科技战的间隙。TikTok 的崛起一直伴随着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。你还记得2020年 TikTok 在美国因数据安全问题几乎面临全面封禁的风波吗？从那以后，字节跳动必须寻找替代市场，而东南亚就是它的最佳选择。目前整个东南亚市场的电商规模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3700亿美元，而今年 TikTok 电商已经占了超过 35% 的市场份额，成为 Shopee 和拉加达的强劲对手。光是为了支持东南亚的布局，字节跳动就花了整整88亿美元构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。而新加坡不仅是物流中心，也是技术支撑的核心，承担了其中 30% 的数据库建设责任。新加坡的中立立场帮助它吸引了全球科技巨头的投资，不仅是 TikTok， 还有亚马逊、微软的数据中心扩展计划。但是，这种中立的背后也是风险的一部分。新加坡处在中美交锋的核心地带，真的能够长期保持平衡吗？这正是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内容。第三章，对新加坡不同人群的影响。TikTok 东南亚总部的落地，不仅影响了新加坡作为国家的战略定位，也改变了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机会。我们从3个决策层面来剖析。一、企业家角度，对于本地企业家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期。比如一家本地护肤品牌通过 TikTok 直播，一场活动就能卖出30万新币的销量。到2030年，东南亚电商市场规模扩展后，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将直接受益于 TikTok 供应链的流量红利，尤其是直播购物这种模式的兴起。二、普通员工角度，对于普通员工 ，TikTok 的落户直接新增了大量高薪岗位，比如电商直播培训师的月薪可以轻松达到8000新元，而且市场预测到2025年 ，TikTok 将在新加坡的直接就业人数翻倍，整个物流行业也将迎来技术岗位扩容。三、消费者和国家经济角度，对普通消费者是一场福利，大部分商品实现免邮，让更多本地品牌被东南亚消费者看到，尤其是时尚美妆领域。新加坡本地直播销售额已经飙升了 90%。从国家经济层面看， TikTok 背后的高科技效应正在吸引更多巨头入驻，新加坡的经济数字化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阶段。第4章，风险与争议。但所有这些机会并不是没有代价。TikTok 背后，我们必须看到几个关键风险。首先是基本依赖，虽然总部在新加坡，但字节跳动依然受到中美监管的影响，这种依赖性可能给国家长期发展带来隐形的压力。其次是本地竞争加剧，Shopee 和拉加达依然是东南亚市场巨头。TikTok 的新玩法虽有红利，但也可能直接推动市场成本上升，压垮中小卖家的利润率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数据隐私问题。TikTok 的 AI 技术，比如用于 AR 试装的面部识别，是否会过度收集用户数据？政府和企业之间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。TikTok 的落户正在重塑新加坡，让我们从地图上的小红点变成全球科技巨头的必争之地。但这一切也让我们看到了地缘经济背后的复杂性，既是机会，又充满挑战。你怎么看 TikTok 落户新加坡？作为消费者，你会在 TikTok 购物吗？作为求职者，你想加入这个新兴行业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